大家好，我是小慧，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解小便可以说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一件小事了，但俗语说得好，人有千百种，花有百样红。有的朋友呢，喝完水没有多久就要着急的去上厕所，但有的朋友呢，喝完水半天都没有尿意，于是乎就有人想了，是不是喝完水就要上厕所就代表肾不好？反之，喝了水可以很久不上厕所，就说明肾很好。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肾内专科医生是怎么说的。先来看看我们的尿液是怎么来的。我们的机体总是不断的在新陈代谢，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就会不断的产生各种的代谢产物。注意，这些产物对机体都是无用或者是有害的，因此必须及时的排出体外。那么将物质代谢的产物排出体外的过程，我们就称之为排泄。总的来说，排泄的途径一共有4条，其中的随呼吸从肺排出的二氧化碳以及一部分的水分，其二是通过皮肤蒸发与出汗排出一定量的水分、氯化钠、尿素以及尿酸等，其三是一些无机盐类以及胆色素等的混在粪便中随大便排出，其四是最主要的，即通过肾脏以尿液的形式排出体内多余的水分和各种溶于水的代谢产物。注意了，由于我们从尿液中排出的代谢产物种类最多，量也是最大，因此肾脏虽然看似不大，但却是我们机体重要的排泄器官，同时又是维持我们机体水电解质及酸碱平衡的重要器官。在排泄的过程以及维持内环境平衡上，肾脏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如果肾脏功能发生了障碍，代谢产物不能及时的排出体外，那么就会蓄积在体内，就会给机体造成各种的危害，严重者还可危及生命。所以看到这，大家即使是没有任何的医学知识，也要明白，当一个人无缘无故的出现小便减少或者是没有小便，那是非常危险的，这往往也是机体对外发出的一个异常的信号。这时我们一定要高度警惕，及时就医。那么我们言归正传，我们的肾脏它凭什么能在机体的代谢过程中起到这么大的作用？其实就是因为其有着非常丰富的血液供应。单位时间内，我们的两侧肾脏的血供相当于平静时心搏输出量的 20% 到 25%。 那么这些血液是怎么来到我们肾脏中的呢？这个桥梁就是肾动脉，即腹主动脉、肾动脉、入球小动脉，从而进入到双侧肾脏中200多万个肾小球中。既然有入，那必然就有出，所以从肾小球出来的小动脉又叫做出球小动脉。由于它的口径较入球小动脉的口径细，故血液在流过肾小球的阻力较大，这就会使得肾小球内毛细血管压比周身的其他部分的毛细血管压要高一些，这对血浆成分的滤过、原尿的生成极为有利。这些经过肾小球滤过的原液，我们称之为原尿，它与血浆成分非常相似，含有葡萄糖、蛋白质等对我们人体还有利用价值的物质，所以其还得再到达我们的肾小管。在这里，肾小管会对这些有用的物质进行重吸收回去，那么再剩下的才是终尿，要排出体外的。一天量正常情况算下来，也就1到2升左右。大家不妨想想看，这是不是就说我们一天大致的小便量呢？但其实生活中不可能这么恒定，有的人多，有的人少，这就涉及到我们的尿液的浓缩机制。也就是说，当我们的机体缺水排出量少时，尿液浓度就高，尿比重也更大，尿液被浓缩。当大量饮水，血浆渗透压低，排出量多的尿液浓度就低，尿比重变低，尿液被稀释。所以我们人体都有一个非常良好的调节功能。喝完水就要小便和喝完水许久都不小便，哪种更说明肾好呢？这个问题是很多朋友疑惑的。
也就是说，我们喝完水以后，它要多久才能够变成尿液？研究显示，这个过程最快是6到8分钟，最长的也不会超过120分钟，一般在40到45分钟上下。所以，水变成尿的时间基本上维持在6到120分钟范围都是正常的。那么也就告诉我们，你喝完水就要小便和喝完水许久都不小便，并不能反映出肾好还是不好。也就是说，你肾脏生成尿液归你生成，但是我要不要排尿，想不想排尿，能不能排尿，这与我们的排尿反射有关。这是我们人体的一种高级的神经调节机制，也是一个综合的概念，像调控逼尿肌、尿道外扩约肌的下集中枢，既有神经中枢又有神经通路，所以我们人体的排尿也是一种高级的生命活动。此外，我们排尿还与下尿路的排尿力学有关，具体的有你的膀胱壁的弹性和粘弹特征如何，尿道的括约肌的结构和功能的完整性如何，功能性尿道的长度，尿道的可缩性和关闭性如何。喝完水就要小便和喝完水许久都不小便，并不能客观地反映肾脏好不好。大家不要走入这种的误区，因为肾脏生成好尿液以后，又不会像存钱一样存在肾脏里面，它马上会通过肾盂输尿管到达膀胱，并储存在里面。那么喝完水之后什么时候解小便，这时候范围就比较广了。有的人从小到大就习惯有小便马上就解，不憋着，所以他喝完水马上就想小便，那无可厚非。而有的人一直就有憋尿的习惯，如出租车司机、货车司机等长期憋着，而且膀胱的代称能力又很强，所以他也就适应了。所以喝同等量的水，那他完全可以在2个小时甚至半天都没有尿意。但要提醒的是，憋尿是要不得的，不仅容易引发尿路感染，还可能会出现排尿性晕厥。需要指出的是，像孕妇、产后妇女等因产道的损伤，盘底肌肉的松弛，那也容易出现膀胱括约肌松弛的情况，从而难以控制尿意，容易出现一喝水就想上厕所的现象，甚至是尿失禁。有的人比如说在参加一个面试，或者要开一个重要的会议，处于紧张状态下也容易有尿意。甚至有的人就是一听到水声的诱导就想解小便，又或者是存在着泌尿系统的感染，男性的慢性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膀胱过度活动症，或者是泌尿系统相关的刺激性病变，如尿道炎、尿道结石、膀胱结石等，都可能会造成排尿频次增加，或者是排尿量增加等的改变。所以我们不能单单凭喝完水就要小便和喝完水许久都不小便就武断地说肾脏的好坏。看到这里，大家理解了尿液在肾脏里是怎么生成的，以及尿液是通过怎样的神经活动排出体外，它又会受到哪些因素影响，大家也就理解了。在排尿的问题上，只要有尿意，其实身体就是在提示你该去解小便了，那么就马上去解掉，不要憋着。尿多尿少都不是什么大问题，只要不是每次都有尿意，就一尿就是1滴、2滴或者是几滴，那肯定是有问题的。但如果突然出现排尿次数的异常，如夜尿增多、起床小便大于3次以上，或者是尿量异常，如1天之内小于400毫升少尿，小于100毫升无尿，或者是1天之内大于3000毫升，如尿崩症，那就要及时的到医院诊治，早发现早治疗才是正解。好了，朋友们，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对您有所帮助的话，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我们下期见。